好，开始直播。大家下午好。我看到聊天室 ZMKM 说先点赞，明天看回放。这个时间不合适，有时差的朋友，就是该睡就睡，看回放是一样的。我这个直播节目没有太多干货，主要就是一些锻炼，还有一些即时反应的新闻。今天主要就是想聊一聊，石坂明夫先生他这个减肥嘛。我是前2天看到他发了一个直播，就是讲他这春节这一个月，嗯、应该是从几号开始的呢？就是今年初吧，他是说一个月减了11公斤，一开始的体重是91公斤。镜头好像不太对啊。嗯，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减了11公斤，从91公斤减到79.9，这个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嗯，他自己讲起来还挺自豪的，但是从我的这个看完以后，我是捏了一把汗。我觉得得给这个大伙儿提个醒，就是这个行为呢，是从减肥角度来说是成功的，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说呢，我建议普通人就不要去试这种方法，就是极短的时间内快速减肥，这个对健康来说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行为。而且非常多的健康隐患啊。当然，石坂明夫先生做的节目还是很好的，我记得他还和这个王济洲王教主做过互动，他也看这个王教主的这个视频。可能好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我简单说一下啊。他那个直播大概内容呢，就是讲说他是跟朋友打赌，就是如果没在一个月以内，如果没在一个月以内减10%的体重，那他就得给朋友送一根百达翡丽的表，大概就是158万到200万新台币。所以这等于就是用了人类心理学边一个损失厌恶嘛，就是为了这个相对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收益，它就等于直接刺激这个神经嘛，就给了一个很大的减肥的动力和压力。减肥最容易的就是说到最后，呃，自己放弃了，觉得老看不见数字的变化呀，就把既定计划就打破了，这就特别容易失败。然后他这种就等于是，从动机上就背水一战，相当于是有一点儿这种非理性的博弈色彩吧，但是是很好的一个解决减重初期这种意志力损耗这个效果。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他拿这个 ChatGPT 当成24小时随身教练了，就是有什么问题都问一下他。他应该是设了一个程序吧，反正就是实时干预，相当于。嗯，这个你如果是作为普通的个人来说，你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哎，我这顿饭是不是吃多了还是吃少了？我现在饿了，应该怎么办啊？他就是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啊，就把照片就拍上来，然后让 AI 估算一下热量，然后还有营养分析，等于他就这个 AI 不光是帮他计算卡路里了，而且在很多这种细节层面提供一个辅助决策的一个支持了。我记得他说的就是他晚上深夜的时候突然饿了，然后呢，那个他就说 AI 就给了他一个精准摄入7颗杏仁儿的这个建议。这个呢，其实更多是心理层面的。我觉得光吃7颗杏仁儿，他可能只是说缓解他那个饥饿感吧，就避免了他这种深夜的暴饮暴食。那好多人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绪性的饥饿嘛。我之前也有视频讲过，就是你要学会分辨自己到底是生理性的饥饿，还是情绪，因为要排解这个情绪导致的这个进食行为。你如果区分不了这个，就特别容易，哎，这个一跟家里人吵架生气了，
突然就想大吃一顿，吃了好多零食啊，吃完又后悔，这就变成一个负面反馈了。另外我记得他还说，他就是在社交场合也是做出理性选择，哎，就是优先吃蔬菜，然后这个其他的都尽量控制，这等于也是挺难的。就是他这个石板明夫先生这个社交名人嘛，他肯定是日常社交是很多的，这个也是国内反正好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办法，好多社交场合想说拒绝，有的时候挺难的。你就包括你在家里面，我记得老王也说过嘛，说他有一阵儿想减肥，结果每次家里面这个剩菜剩饭都是他打包了，就反而肚子还长了点儿。但是他能一个月减这个11公斤，最主要的是他用了这个叫瘦针嘛，就是 GLP-1受体激动剂，俗称就是瘦针。它的这个我一会儿详细分析一下啊。这个针呢，如果不是特别必要的话，大家最好不要用，因为这个会有很多的副作用。我会想讲这个，最主要就是他说的这个一个月减11公斤，这个从医学上来讲，呃，其实他减的根本就不是他想减的纯脂肪，因为热量守恒定律啊，是减肥减重里面一个底层逻辑。你如果想减去1000克，就是1公斤的这种纯脂肪，它是需要7700卡的这种热量的亏空的。那他在一个月里面减11公斤呢，那理论上是需要就是77乘以3，就至少是将近8万5的这种大卡的热量缺口。到每天呢，你就相当于他要每天要2800左右。那如果是一个身高1米7到1米8，然后体重90公斤的这个成年男性，他基础代谢率大概是在1800到2000之间。你就算是这个人全天完全禁食，每天只靠制造这个2000大卡的这个缺口，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他还要日常工作嘛，还有正常的生活。只能说他减掉的这个11公斤，很大部分都不是脂肪，而是体内的水分，然后肠道的这些内容物，还有非常珍贵的就是骨骼肌的组织，它应该是这种肌肉掉了很多。嗯，因为在减重的初期都是有这个问题。一会儿我在分析贾玲的那个减肥经验，就是她拍电影期间不是提前准备要从很大的体重，最后公布好像减了100斤，大概就是50公斤嘛。她那个初期其实也是减了25斤，就是10多公斤一个月之内。但是她那个方法呢，就是相对更科学、更安全一点，而且她度过了一个大概4个月的平台期之后，才继续慢慢减重的，这样就避免了好多的这种健康风险。具体的好多生理上的东西咱们就不讲太多了，因为今天直播嘛，就是简单讲讲这个事儿。主要说一下那个瘦针，它那个用的瘦针，台湾的名字好像和其他地方还不太一样，我没记住那名字，但反正就是 GLP-1激动剂，这个确实是对减肥非常有效，但是好多呀，处于这种非医疗监督下呢，就是有点滥用了。我身边也有人打类似的东西，就打这个 GLP-1的这种药。嗯，最典型的它的感觉呢，就是不是说直接瘦下来，它是说你整天都不会觉得饿，没有这种饥饿感，所以饮食就是不想吃东西了。嗯，这个呢，如果你没有配合这种很有效的运动的话，就非常容易导致这种肌肉减少的症状。因为我看一些文献就讲说GLP 呢，GLP-1就是会干扰这种肌肉细胞中线粒体的正常工作，它会阻碍这个肌肉的修复与增生。我记得我身边朋友打完以后，他就是反映说，原来做这种力量训练就觉得
可能会有酸痛啊，或者是疲劳，但是一两天就恢复过来了。然后用了这个针之后，体重是下来了，但是他去做这种力量训练，同样的重量，同样的训练量，他就觉得这个肌肉酸疼的这个感觉会更明显，而且这种疲劳很难恢复。这种等于你本身就已经是中年男性了嘛，一般人类就是超过40岁以后，每年大概肌肉流失量是1%。那你再用这个，在没有合适的这种力量训练的话，它这个肌肉流失可能你进一步下降，就会让你这个基础代谢率更低。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后续的科学的管控的话，就特别容易复胖。然后就是刚才说的，你长期用这个药，因为你没有饥饿感嘛，你就不想吃东西，而且你那个食物会在胃里面停时间很长时间。嗯，这个就是有一个叫胃瘫，嗯，它就是会导致这种很严重的这个消化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没有建立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单纯靠这种药物抑制食欲，包括还有人用这种什么16/8断食啊，然后用这种流食啊，还有代餐粉呀，你这一旦停了的话，就是因为你身体是处于这种长期的能量饥渴状态、营养饥渴状态嘛，就会特别容易触发强烈那种报复性进食，导致这种体重反而比你减重之前反而长得更多了。看看聊天室，声音太轻了吗？我这看声音都已经快到这个红线这儿了，我看一看能不能调一下。我已经调到最大了呀。麦克风位置的原因吗？哎，声音问题就是这样吧，没有太好的办法。嗯。然后另外呢，你用 ChatGPT，刚才我说的这个用 ChatGPT 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实时分析这些饮食的，但是有很多问题是你没办法通过这个 ChatGPT，你用手机或什么就能用 AI 能够指导你的呀，甚至它有可能提供这种错误的饮食原则，比如说你的这种 AI 是没法实时监控你的这种肝肾指标，比如肌酐呀、尿素氮呀。你这样，如果你打瘦瘦针，我记得石阮明夫说他一个月打了5针嘛，我感觉好像是比正常的量要多一点。正常量我记得好像不会短时间打这么多，你这个身体代谢会有很大的负担，就有可能出现隐匿性的脱水，就是你的肾负担会加重。如果这个时候 AI 要是给你高蛋白的建议，你就有可能导致急性肾衰竭的。肾损伤吧，肾衰竭那也没那么容易，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急性的肾的损伤、肾炎呀这种的。嗯，另外呢，就是 AI 的模型呢，我觉得它是存在这种族群和文化偏见的。就像石坂明夫先生，他在台湾吧，而且他是天津人，我就是天津不是什么糖尿病之都嘛，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这个美食太多了。他的这个饮食习惯的话，包括他的这种内脏脂肪的比例啊，还有他的这种胰岛素敏感性啊，可能都没有被 AI 模型充分考虑的。AI 给的模型，尤其是你 ChatGPT，它可能好多数据库还是针对西方人群的这种通用模型，这种就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给偏了的建议的。讲到这些，哦，这就是这个石板先生还说他是，有意识的去做这个训练了，但是我觉得他那个训练量应该是不够的，因为我看他那个前后对比照片嘛，感觉可能还是肌肉流失的比较明显的。
这是石板明夫的这个减肥的经历。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拿它做一个例子，然后提醒一下自己，就是，你要知道，你减肥初期，尤其是你从来没减过肥，突然准备减肥，这个初期呢是有可能会有一个快速减重，但是是不可能超过极限的。超过极限，它减的就不是你想减的脂肪，一定是脱水为主，一定是你的骨骼肌肉在流失，而不是你想减少的这个脂肪。这也是我好多病人问我减肥，我就觉得这个减肥这个观念是要重新定义一下的，就是我们是更好的是要塑形，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状况更好，身体的机能更好，而不是单纯看体重计上那个数字嘛。那怎么做呢？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贾玲这个案例。贾玲这个案例特别有意思，你像拍电影，应该是在04年，然后等于她减肥是在03年，用了1年的时间嘛。我查了一下她记录，应该是从03年的1月4号到，不，23年的1月4号到23年的11月1号，他好多东西都是公开了，因为他是找了一个专业团队嘛，所以那些团队后续把这些具体细节啊，不是具体到每一天，但是他有一些细节，我们看出来他是这个团队是非常专业化的。它就是分成3期，我会加贾玲这个，一个是对比一下石板明夫先生这个案例，另一个就是我那天看推特看见方舟子就又驱使这个贾玲了，他就认为贾玲这个就完全是靠药物减下去的。嗯，这个我觉得这个他是脑子不太正常，精神也不太正常。这个方舟子，你查一下基本事实就知道，这23年到现在26年，3年过去了，很多信息贾玲都公开了，而且她的状态大家都能看得到，并不是说像方舟子说那样完全靠药物，最后反复呀或什么身体代谢出问题了。我反过来还是咱们就正常说啊，就是贾玲的那个减重呢，它是分成3个阶段的。它就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启动期，启动期就和石板明夫先生他这个减肥期非常近。他是从2023年1月4号到2023年1月31号，将近就是27天减了25斤，就等于12.5公斤，比石板明夫减的还多。相当于是一天减了0.93斤，就就是相当于是0.5公斤吧。这个基本是到极限状态了，而且可以肯定，他这个时候，减的主要就是水分，因为他原来的体重是比较大的嘛，大家都能看到他原来那个形象。他第二阶段呢，不是紧接着，他应该是维持他这个减了25斤之后这个体重，然后维持了相当长时间，让这个平台期重新等于这个基础代谢率，然后激素水平、身体状态维持这个水平，维持到了5月15号，等于过了4个月，他才继续开始，就是我们讲叫相持期吧，就是他这个阶段呢是用了2个多月，从5月15号到7月27号。大概是73天，减了多少呢？减了10.3斤，就是5公斤。你看起来就是比第一阶段你2个月减的还没有第一个月一半多呢。但是呢，这个时候它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时候等于它的这个代谢适应就已经开启了，而且它的这个瘦素水平呢就在下降，这等于是非运动的消耗，它的基础代谢就上来了。这就为了最后这个第三阶段就是冲刺阶段嘛。冲刺阶段我看他是又休息了1个月，中间可能是拍片子呀，可能是有其他的安排，但是基本这个体重降下来就降下来了，就维持住了，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好多人到了这个相持阶段或者到平台期，就特别容易放弃。你这个时候放弃啊，你前面减的很多就白减了，这就特别可惜。所以他这个阶段呢，他中间有一个，甭管是拍片子还是干别的，反正他是有一个大概1个多月的空窗期，之后是8月26号开始，一直到11月2号，又减了10斤，达到他的目标体重。
就是正好是25+10+10，就是将近45斤，就达到它的这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了。这个期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间隔那4个月，还有间隔的这个1个月吧，它也是体重在往下走的，不是说波动的这种，所以它总共是减了100斤。这个最后这个冲刺期呢，它又用了8月、9月，就8月底是9月、10月，等于也是2个月的时间，和这个相持期是差不多，就是变成一个极低的一个体脂状态。这后2期呢，就是明显每天减的这个平均减的重量数就没那么多，但是实际上它的体液的代谢呀、激素的水平啊，还有甲状腺的调节啊，这种就是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了。所以我们看他后来可能运动量没那么大了，但是整个这个体型啊、身体状态是能维持住的。而且他进行了一个应该是叫16+8的一个进食，我记得闲人老张也做过这个。这个呢，有很多的条件，不一定适合普通人。就是你首先你的生活作息要符合这种16+8这种节奏才行。你就是晚上那个贾玲，她应该是选择的是早进时段，就是早晨，呃，到上午是吃东西的，然后等到下午晚上呢就不吃了，而且她是一个配合一个早睡早起的一个习惯的改变，这种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比你晚上进食，然后早晨说有的那个神人老张他是说反过来他是不吃早餐，好像是我记得他是，所以就等于从晚餐一直到午餐，这个是16，这个是晚进食，晚进食呢就没有早进食效果明显，但是一定要配合生活的习惯改变，而且它的膳食结构也做了控制了。我查的资料是说，他并不是说那个不吃碳水，他做的是一个叫 CRD，就是限能量平衡膳食。它的碳水是有，但是是作为50%，而且它的碳水就换成糙米，然后粗粮这种就不吃这种精米白面了。这样呢是有一个好处是避免你的神经系统和肌肉不会被分解，不会变差。这是碳水，然后呢，它是要加上这种鸡胸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这个就是因为它要做这种拳击训练嘛，就是大运动量的训练，所以它是可以促进这个肌肉纤维的修复。这个是可以对冲你用这种控制热量、控制总热量带来这个肌肉流失的这种风险的。就是你既希望减重，又希望保持这个肌肉状态嘛，肌肉量最好还能增加。而不是说吧，我减肥体重减下来之后，反而肌肉流失了。这个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就是很多那种内科的专家啊，会推荐说，每天1万步，或者让你大量的这种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很多人实践。我记得原来我们医院护士的父亲，他就是那种，之前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嘛，他就想减重，然后怎么减重呢？就是每天大量的暴走。怎么叫暴走呢？他那个就是早晨天不亮，就牵着狗就去遛狗了，遛狗遛到什么时候？遛到中午再回来，回来吃一点，下午继续遛，然后遛到晚上再吃，等于一天走路得有8、9个小时。原来我们医院还有一个行政的一个同事吧，他就是为了相亲吧，然后暴走减肥，周末休息的时候绕着北京3环转圈儿走，他跑不起来嘛，体重比较大，最后1、2个月吧，也确实瘦下来了，但是好像很快就反弹了，这个都是不太好的。因为我还说刚才那个护士父亲，他那个是血糖高嘛，所以他想通过这种暴走，通过运动来降血糖，
但是呢，他如果选择这种低强度的，就是散步的这种走，虽然长时间走的量也很大，但因为你没有力量训练，你这种低强度的有氧反而导致肌肉的流失，反而你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啊也好，胰岛素的敏感也好，都是不好的。最后就是发现他走了俩月，好像减了5公斤吧，然后那狗都累瘦了，他也没太瘦，然后血糖还高了。这个就是肌肉流失之后，它反而控制血糖是不太好的，包括他的心脏的负担和肾的负担也会有问题。嗯，哦，贾玲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她做了一个那个低盐低脂嘛，对吧？我记得是，对，就少油少盐，它是每天限制20克油，5克盐。这种就是极低的低盐饮食呢，可以减少这种水钠储留，但是呢，它运动量又大，所以就可能说，你如果运动量又大，然后又这种低盐饮食，就是很有可能带来电解质紊乱。我记得原来任教授那时候带队去，应该是哪届奥运会啊？雅典奥运会还是哪届奥运会？说就有的运动员就电解质紊乱了，然后后来任教授他自己也电解质紊乱了，就因为你又紧张，然后工作强度又大，压力又大，然后你水又喝的少，这饮食可能这个当时那个当地的饮食又吃不习惯，最后就电解质紊乱，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就很危险。所以贾玲她就是一个在专业团队指导下嘛，她就是必须得防止这种低钠血症，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眩晕啊、抽搐啊，甚至一些危及生命的条件，比如休克之类的。但是贾玲这个方法呢是不错的，可是呢，这个是很难被普通人复制的。我记得看过那个叫什么王德新吧，他就说贾玲这个运动量就是非常惊艳，而且是普通人很难复制的，因为他等于是1年时间，每天坚持6到8小时的训练，这个训练量这绝对不是普通大众的这种健康运动的范畴了，就相当于是职业运动员的集训水平了。职业运动员的平常训练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人体真的是有极限的。他也就这么1年吧，我觉得长期坚持可能很难有人能够坚持下去。他的训练内容呢，就是非常全面，包含有氧训练、力量训练，然后那种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就是 HIIT，还有就是他要拍那个拳击的电影嘛，所以他做了专项的这种拳击的训练。这种呢就是很全面了，基本上我觉得，尤其是拳击，拳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从我的经验还有我的角度呢，我就特别推荐女性去练一练拳击，因为它可以有对抗，也可以没有对抗，不是说练拳击就是一定是要找这个教练啊，跟教练打那种练习赛，或者说是对抗才行。拳击的核心呢是它要练你大量的步伐移动，还有闪躲动作，这样你的这个平衡感，还有核心稳定性，而且你要出拳嘛，这样你的肩臂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训练的，这样对这种圆肩驼背还有头前倾的这种体态啊，还有平常你就久坐办公的这种体态，都是有很好的帮助校正的作用的。嗯，这是训练这块儿。然后所以说他贾玲能够等于1年减100斤，这个不是靠意志力的，这个真的是背后有一个很专业的团队。他那个团队我查了一下，就是教练团队是叫刘佳吧，就等于他负责这种安排这种训练负荷排期，而且他是能够确保，就是在这种每天6到8小时，他是等于是极度疲劳的状态下，训练的动作不会变形，这样就避免很多的这种运动损伤了。好多运动损伤都是和疲劳有关系的，很多人到加拿大以后，就是想有这种运动啊，有的喜欢打网球，有的喜欢打高尔夫球，
哎呀，欢迎欢迎，赶上直播了，难得。这个时间还可以吗？是不是在韩国来说还是有点儿太早了呀？我这好多病人就是原来在国内可能就是上班儿啊或者做生意，来了这边儿之后就出现这种极限运动的状况。你说喜欢滑雪，整天就在雪山上待着；说喜欢打高尔夫，一年四季刮风下雨都去这个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一打打一天。呃，我这朋友那个聂教授，他先生嘛，就是这个想打网球，每天就在我们旁边那个公园儿 Southam 那个网球场，下了班儿就去，从下午四五点钟一直打到凌晨才回家。这个确实瘦了很多，但是我觉得也是有点儿透支，而且不是普通人能够坚持得了的。不好意思。但是他这一年减100斤，包括刚才说的施万明夫，就一个月减11公斤，这个对身体来说其实都是一种透支，而且会造成这种所谓的应激风暴吧。尤其是对女性来说，男性也会有问题，但是相对表现没那么多。嗯，好多好多这个我看，喜欢健身的女性啊，特别追求这个体脂率，就说哎，这样体脂率要降多少多少。然后，但是从这个医学上来讲呢，就是如果成年女性体脂率过低，比如说这个那时候贾玲就是号称是体脂是10%左右，这种就是特别容易导致雌激素水平就突然下降，甚至有可能引发闭经或者是月经的异常的。如果你长期是处于这种，感谢关注，尤其是你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你就是骨密度它会下降的很厉害，而且会出现这种生殖功能的损害，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你的激素水平，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损伤的。骨密度也是特别明显，并不是说我一直做运动，我骨密度状态就能很好，就是有可能会因为你的代谢的问题导致这种骨骼内的这种钙质的流失。还有呢，就是像说的这个低血糖的这种反应，有一种糖尿病叫反应性糖尿病，这个就是突然出现这种你体重的变化呀，或者说你的精神问题，就精神压力的问题或其他的内分泌的问题，导致体重下降过快的时候，这些情况都有可能身体变成这种应激性的，就是它是一个自适应模式，就是你血糖数值呃不低，但是有可能会产生这种低血糖的感觉，就是突然就全身没力，或者全身没力量，然后或者是特别疲劳，或者说是精神亢奋，或者是老想睡觉，就感觉就没能量的那种状态。但是去查呢，血糖可能还是正常的。这个有一定的风险，但是通常好好休息啊，减轻这个影响原因都能恢复。然后从中医和整骨疗法来说呢，就是要调一下这个胸椎这个位置，胸椎肋骨这个地方，就是让它这个内脏的血运和状态更好。哎，感谢关注，谢谢谢谢。刚才说到这个应激性低血糖，这个是挺危险的，因为你比如你正开着车呢，突然出现这种应激的这种低血糖感，那你突然一下晕那上面，那就出现事故了嘛。我之前治过一个病人，就是说这个出车祸了，怎么出的？在高速上，说突然眼前一黑，再一睁眼就撞到别人家院子里了。这幸亏是没撞到别的车呀，或者什么更危险的东西上面。嗯，还有呢，就是这种等于是你突破身体极限了嘛，然后你就有可能产生这种过度的
控制饮食之后产生对这种食物的排斥，就是心理上的排斥，就出现那种厌食症的极端了嘛。我们看好多明星啊，还有那种模特儿，就是他控制饮食控制得到极限之后，他出现那种厌食症，就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一吃就恶心，就想吐，这种就特别麻烦。厌食症就往往会伴随着那种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死亡率非常高，不是开玩笑的。嗯，然后像石板明夫他说他就改吃素嘛，就是少油，不吃肉这些东西，或者吃的健康一点。但是这种呢，就是你就特别容易导致这种胆汁，就是胆固醇就饱和了，就会明显增加这种胆结石的发生概率。曾经有刚刚的经营，感谢赞啊，2亿密码，谢谢。方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油管账号，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明显，贾玲身上就能看得到，就是皮肤、毛发，还有这个一部分的肌肉的流失吧。就她那个运动量维持那一年，后来应该就是呃哦，突然一片黑那个好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一定要小心，那个很危险的。然后就说你急速减重，不管你是科学的方法，像贾玲这样有这种大的团队支持，还是说像这个石板明夫他用这个 ChatGPT 嘛，然后再加上这种又赌一块儿这种百达翡丽，急速减，减了以后呢，你这个皮下脂肪消失了，然后你那个皮肤的结缔组织收缩跟不上，这就可能会产生皮肤松弛，而且呢，因为私信我还不会看这个 TikTok 的私信，我待会儿停播了看一看，谢谢啊。就是皮肤松弛的问题，这个特别难恢复我这个也刚开始直播，还没有还不太会玩这个 TikTok 的直播，我主要是在油管上面。除了皮肤松弛，皮肤松弛也有一些办法，就是有一些减少皮肤松弛的，但是它那个弹性是需要时间恢复的。包括好多女性怀孕肚子大了嘛，然后生完孩子以后，她这个腹部的这个皮肤的松弛，还有它这个褶皱、皱纹，这个是你用针灸的方法，或者是用一些肌筋膜疗法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好多人用什么抹什么各种东西啊，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好。而且因为你控制饮食，就可能导致蛋白质还有微量元素，特别是锌和铁缺乏。好多减肥的人，特别是体重减的很多的人你也准备直播2亿密码，欢迎啊！你直播的时候，我争取也支持一下，谢谢谢谢。呃，就是好多人除了体重减下来之外，也出现脱发的状态，就是跟他这个微量元素摄入的不足有关系的。如果运动安排不当的，就是像那个石板明夫，他这工作太忙了，我看那油管更新频率比我高多了，所以他掉的可能更多的就是肌肉，这就你进一步的，你这个你肌肉少了，你基础代谢就降低了，降低了，你一旦你恢复正常饮食，或者说我没那么拼命去减肥了，或者你进入到平台期了，你就发现你只要吃一点儿，你这马上体重就上来，就是很难控制了。哦，哎呀，2个亿码还送了礼物，哎呀，谢谢谢谢，感谢，祝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发大财，谢谢。加了粉丝团还，谢谢谢谢，你是我第一位粉丝团粉丝。所以说了这2个案例呢，就是我想再给普通人一些建议吧。就是你如果普通人是想减肥呢，就是可以借鉴他们这种核心的逻辑，但是千万不要复制他们这种极端的路径。别说我就是拼命减1个月。好，下播吧。那个谢谢，感谢你的祝福。那么下次再有机会再见。
也可以看一看我之前发的一些小视频，在 TikTok 上发的都是短视频，没有发长的，长视频都在油管平台。那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明白你自己的基础代谢率是多少，然后你怎么控制你的这个热量差。WHO 呢，还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好多国家的膳食指南，都会有类似的建议，就是理想的减重速度，大概就是一个礼拜0.5到1公斤，一个月呢，就是你初始体重的2%到5%，通常建议就是一个月不超过8到10斤，就是4到5公斤，那石板明夫那都超了1倍了。那年度目标呢？有的人就说，哎，我就这一年就拼了，我要减多少多少，减一个数字。呃WHO 的建议呢，就是你年度目标，普通大众，你不是职业人士，不是说我要拍电影啊，或者说我是做自媒体，我要为了我这个形象怎么样，你的一年的目标能够减掉原体重的10%到15%，就已经是非常大的成功了，而且这种是可以很安全的。嗯，我其实，呃，讲的减肥这个，我就想起我原来大学同学了。我大学同学刘路遥，他是有医院的中医科的大夫，然后他们在4楼嘛，就经常有这个小姑娘啊，就跑到这个中医科门诊，啊，就进来就直接就问，哎，大夫，我想做针灸减肥，然后在哪儿啊？然后一般啊，我这个刘路遥刘同学刘大师他是很有个性的，他碰见这么问的，一般都是直接一句话打发走，就在6楼。然后呢，一会儿小姑娘就回来了，她说你大夫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去六楼了，六楼没有针灸减肥啊，六楼是眼科呀。然后我们这刘大师就说是啊，你是不是眼睛有毛病呢？你没看我什么样吗？我们那刘大师就是刘同学，他是身高2米，体重就不说了啊，大家就是比较魁梧，形象呢就是大家看过这个《聪明的一休》里边这个秀念大师兄嘛，就是这种高大威猛的人。他这个穿个古代盔甲，就是明显的这种古代武将的这种体型。所以你说小姑娘找他问针灸减肥，我觉得确实是应该看看眼科。我也没有怎么刻意减肥过，我基本上从小就是差不多就是这种状态，因为这个跟，呃，可能就是家庭成员，就是我们家就没有太瘦的人，所以你的观念里边呢，就不觉得这个瘦是一种美。你像我的这个审美观呢，就很难把那种鲁豫这种美女，就是细胳膊细腿儿，然后大脑壳儿这种，这个欣赏起来。这个我觉得就是正常体型女性就是比较美的，所以这个没办法，所以也没有太刻意的控制这个体重，就是正常体重就可以了。这个不要过度关注的这个数字上面。这个我就想起，2个有意思的事儿，一个是那个叫《列国》吧，就是小说，就是讲一个呃国王被这个奸臣给害了，然后这个大臣呢就带着唯一的王子就跑出来，跑到深山里边儿，就好好训练培训，这个学成文武艺，准备回国复仇的。然后这个让这个奸臣发现了呢，就派了这个女刺客使这个美人计，结果发现这个哎呀训练的太好了，这是对美人计一点效果没有呢。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忠臣啊，就是提前棋高一招，想到了怎么应对这种问题，就说：“哎，你这个练武是没问题的啊，学文也没问题，但是怎么应对这个美人计呢？这个得提前预防啊，到时候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然后呢，就给他安排这个王子身边呢，佣人啊，厨师啊，还有这个
身边的女性都安排特定体型的女性，所以那个对面派来这种女间谍、女特务，啊，肯定都是找身材很传统的这种啊，胸大、腰细、屁股大，然后身材高挑，哎，面部也长得很清秀的这种女性。啊，问我什么时候直播，我这直播就是随机的，哪天病人不多，哪天没事儿的时候就播一播，然后不是固定的。但是呢，他这个王子呢，就是从小就就观念就认为身边这些女性都是这个忠臣给他找的世界上的顶级美女，所以他的观念呢，就是那种腰水桶一样粗，然后胳膊也粗，胳膊也很壮，然后面部狰狞的这种，就是满脸横肉的，这种就是绝世美女。然后呢，派了这些女间谍呢，一看就太丑了，那胸那么大，破坏身体平衡啊，啊，胳膊那么细，这个挥刀都挥不动，这个肯定是完全没有任何兴趣，所以就中不了美人计。这个是讲一个小笑话，就是说到这个观念呢，古代也好，现代也好，其实每个人的这个观念啊，对美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这个有机会我可以专门做一个视频聊聊这方面的事儿。我就觉得有一个电影就挺说明问题的。这个电影我觉得台湾那个翻译片名就挺有意思，它比那个大陆那个翻译要好，叫《情人眼里出西施》，讲的是这个男主角儿被一个巫师施了魔法了，就是因为他电梯里边得罪他了嘛，然后他这个就想捉弄一下这个男主角儿，就让他眼睛看到的东西呢，能够看到这个人的内心本质。所以他出去以后呢，就发现，哎，这个美女怎么没有人搭理呢？这个餐馆里面、舞厅里面，都是一些其他人，这个男的都不跟他搭话啊。这个我得鼓起勇气试一试，然后就去跟人聊。最后呢，别人眼里面呢，就是哎，跟一个比较比较大重量的一个女士吧，就是她是能够中了咒以后，她是能够看到这个人的内心的。如果这个人内心很善良呢，在他眼里就是一个美女，就是一个帅哥。然后如果是这个人的内心呢比较丑恶，他的外形就是丑恶的，就是传统上说的这个相由心生嘛。啊，这个最后结局也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可以好好分析分析。我看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也做一个长视频。嗯，不光是这种外形，其实好多的观念呢，呃，都是出现同样的这个问题。好多那天我看这一个狠人讲这个先见还有谣言的问题，就是你先有预设的这种先见的观念了，所以这个谣言才能流行，它这种观念才会出来。那大家会觉得这种美，这种体型是美的，或者说这种瘦的体型是美的，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出现一个大众的一个认知，但并不一定是个人的认知，也不一定是真的符合美的原理的认知。就包括我记得那时候看那个油管上面儿泰国那个大 V 嘛，就是肖恩，他现在好像不在泰国了，好像去这个俄罗斯了。嗯，他太太吧，应该是那时候有一期视频，就聊天儿就说，他最反感的就是别人夸他贤惠，这个很有意思。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有点儿反差很大，就是我就想，哎，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后来他也做了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那个解释啊，就完全是他自己变成堂吉诃德了，就是他面对的是一个风车，是他自己认为的东西。因为我们从汉语或者说从传统文化来讲，那贤惠是夸一个人的品德，对吧？这个什么叫贤惠呢？就是说你这个，我打开这个百科看一下啊，
就是贤惠呢，你从汉语来讲，从古到今，它指的并不是说一些一些奇怪的这个或者说封建礼教的东西，它就完全是指这种女性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对人和蔼。那你说这个都是比较好的这种词汇，而且它是意义，结果他反而认为别人说他很贤惠是一种侮辱。这个呢，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有点儿他可能是认为她是一个现代的独立女性，然后他把贤惠呢等同于那种封建礼教下比较受压迫、比较顺从的那种女性形象。但是我了解的就是，你像我家里有这个老人，他就是那种古代什么咱们说的小脚老太太嘛，但是她其实古代的中国，她的女性她是也有这种家庭地位的，并不是说像有些电视剧演的那种变成奴隶啊，或者什么三从四德那种封建礼教，其实好多都只是说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吧，并不是说你到现代社会还有人就有这种要求吗？所以他说的那个反对别人说他贤惠啊，其实是他的思想里面那个贤惠，就等同于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夸他贤惠的那个人，他心里想的呢，可能都是好的事情。这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同义之伦，就是你沟通没沟通好，然后呢同一个词，但是两个人的想法和观念拧反了，就是你说的是前门楼的，他说的是胯骨轴的。所以减肥也是这样，就是好多人就是因为商业的宣传啊，就是会给你植入很多这种错误的观念啊，就是让你过度的关注那个秤上面那个数字。但是实际上应该怎么样呢？就从医学上、从健康上来讲，大家不要过度关注这个数字，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说，哎，我的这种哦，韩国是早上7点半，那还好，早上没有太多要忙的事儿吗？声音还好吧？刚才有人反映说声音太轻了，我不知道今天麦克风设置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就是说到观念呢，就是你像很多美容院啊或者说一些什么养生机构，他就打这个排毒这个概念。排毒这个概念呢，在中医和西医里面都有，但是医学上说的排毒和这个美容和养生机构说的这个排毒不是一个概念。就是人体上其实是不含这种所谓的毒素的，就你不是说重金属中毒啊，或者你真的吃了有一些神经毒剂或者毒的这个，你正常健康人体里面它没有这个毒素需要排。你有身体有问题，你中毒了，你才需要排毒。然后你身体自身是有排毒的功能的，然后我们只要增强这个功能，然后让它处于一个生理机能的一个平衡，你就不需要专门的去排毒。啊，还有的造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概念，这就不讲了。回头有机会专门做节目，专门吐槽一下。这个就是好多这种打着中医旗号或者打着这种高科技现代西医旗号的这种美容院、养生机构，简直就太夸张了，就完全是生造概念骗人。饮食也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年生酮饮食很流行嘛，包括有一些油管的大 V 啊，国内的这种社交媒体上大 V 就推广这个生酮饮食，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他就做这种生酮饮食疗法的这种传销直销吧，就是做产品的。后面要摁一下啊，欢迎新来的朋友啊！这个前面的直播部分在油管会有回放，大家看不到可以找油管频道同名频道去看回放啊。我们就继续再讲，就是也有他们做生酮的，就是他这个变成一个商业的行为了，就是能赚钱，但是普通大众，包括一些做产品还有做推广的。
他说的这种大众的生酮饮食，和实际上医学上的生酮饮食不是一个概念。医学上的生酮饮食最早是，上个世纪用来治疗这个癫痫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抗癫痫药，所以它是通过这种生酮饮食来让这种酮体进入大脑，然后改变大脑的运作，营养状况，从而就是减少这种癫痫的发作还有程度。那后来有了这种抗癫痫药之后，包括现在，有一些医院它还是会用这种生酮饮食来治疗相关的疾病。但是医学上那个生酮饮食比大众上所谓那个生酮饮食要求要严格的多，它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碳水的摄入比例都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比大众的那个要高得多。所以呢，它也相应的有一定风险。如果你严格的进入到生酮饮食状态的话，它是你吃的每一口东西都是要电子称出来的，都是要精确到克的，包括你刷牙用的牙膏里面会不会含的什么东西，你漱口用的水，然后你吃的一些你用的这个洗发水还有沐浴乳，它有一部分会经过皮肤吸收，它里面的成分都是要计算的，这样才能做这种精准的生酮饮食。然后它要保证你一直是这种生酮的状态。怎么测试呢？就是要随时监测这种肝功、肾功它的酮体的状况，你体内的酮体达到那种水平。如果你没达到的话，你其实不能叫生酮饮食，或者不能叫生酮饮食状态的。我的理解呢，就是生酮饮食状态其实是你人体的这个代谢通道不一样了，那个是有点类似辟谷的那种辟谷状态，就是不会有饥饿感，但是你的能量供给通道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呀，达到你的大脑的效果呀。但是我看好多大 V 就是推广生酮饮食的，做自媒体的也好，或者说一些社会的名人也好，他做这个生酮饮食时间长了以后呢，都出现了很多副作用，就是因为生酮饮食你如果做的不好的话，是会引起这种心脏还有肾的器官衰竭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大家如果想要尝试呢，一定是充分理解这种生酮的概念，它的方法机理，然后一定是要监测。普通人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监测那么多，可能顶多就是买一下那个生酮那个测那个尿的生酮的那个试纸，但是也比你不监测要好。你不监测，完全靠感觉的话，就非常容易出现危险的。那我就讲一下这个推荐的这种，就是呃，如果是普通人，你怎么做这种科学的这种减重饮食呢？就是大家一定是把这个主要精力放在可持续的这种生活方式的重塑上面，不要指望说短期突破。就是第一个呢，呃，第一集咱们分4集吧。第一集就是你要有一个基础的饮食的，限能量平衡饮食，就是叫 CRD。大家可以查这个 CRD 的概念，就是限能量平衡饮食，这个都能查得到的，网上信息很多。我记得我在加拿大这儿跟家庭医生聊天儿，他就是直接给了我一个网址，就是加拿大饮食指南上面就是有的这个，它就一定要摄入5大类食物均衡摄入，不要这个偏废。有的时候什么吃单一饮食啊，我光吃一种水果啊，或者是光吃什么什么，这种都是长期会有健康隐患的。简单来说呢，就是50%的是蔬菜，25%蛋白，25%是全谷物，一定是全谷物，不要只吃这种精米白面。第二集呢是基础的运动，现代人好多人都是，全身的基础运动根本就不够。我看评论，还有人在问我，就是适合什么运动。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就是觉得游泳不是适合作为这种基础运动的。
游泳其实从运动上来讲是不错，但是它的对环境的要求，对你的这种时间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然后技术门槛儿也比较高，所以普通人来说的话，我是不推荐作为这种呃基础的训练的。简单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算一下，就是每周大概150分钟到300分钟，就是每天20-30分钟到1个小时吧，这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呃，怎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你快走，或者说呃短途冲刺，或者说哑铃、杠铃，呃这种都可以，就是不需要太剧烈，但是是持续，然后间断的也可以，但是你总的这个量要够，而且一定要有力量训练。力量训练我就主张大家可以试一试棒铃和壶铃，我之前的直播里面也做了一些示范，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再多做一做这种棒铃和壶铃的这种推广吧。没有那么复杂，也不像你去健身房练这个器械那么累，而且它的效果是比较持久的，然后对全身的训练也比较均衡。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三级就是习惯养成，早睡早起，足量的饮水。你要代谢脂肪的话，是必须要有充足的水才能代谢的。如果你饮水不够的话，是会影响这个身体代谢的。早睡早起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是7小时睡眠不能满足的话，你的基础代谢还有你的这种内分泌，包括甲状腺素这些分泌都是会有问题，就是反而会容易让你变胖。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经常要在医院值夜班嘛。哎呀，只要一值夜班就是特别容易，你就老想吃东西，因为压力也大。然后值完夜班以后又疲劳，就特别容易变胖，吃的就多了。这是早睡早起，足量饮水，然后就是控制油和盐。油就是刚才说的贾玲说的嘛，就是20克油，5克盐。大家不用那么精确，因为你在家吃饭的话，就是大概就可以了。因为你一家人吃，你有的我看那，控制的太细了，就是你一盘菜你要控制多少多少，那个你就一点味儿都没有，你估计也吃不下去。控制一个总的量就可以。第四级呢，就是说这个心理调节。心理调节其实是，在前三级的基础上的。你如果没有前三级的话，心理调节说不上。但如果你没有心理调节呢，就很难坚持下去。呃，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要接纳平台期，就是不要一到平台期一看，哎，好久没减重了，或者说还有点反弹，就慌了。就是一定要接受，不用说我一天量好几次体重，过度关注这个数字，你过多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生活方式哪里有问题，或者是我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变得更好，这个是更重要的。你一个月控制在2到4公斤就可以了，一年不用减太多，一年减2年、3年，这样慢慢控制住，能够稳定住，这个是更重要的。然后16+8这个轻断食吧，有一些人群是强烈禁止的，就是发育期的儿童，然后孕产妇，呃，备孕也好，或者是你正怀孕，或者是刚生完，这个都是不太建议用这种轻断食的方法的。还有老年人，还有你糖尿病的病人，或者说你本身就是脾胃有问题的，就我觉得就不要轻易尝试，先把身体的问题或者你度过这个时期之后再考虑吧。如果你在试这个16+8，不管是你是早进时段还是晚进时段，一旦出现，比如女性出现那种月经的延迟啊，或者说是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特别容易疲劳，感觉休息不过来这种状态，就应该马上停止。这就说明你可能你这个身体的代谢
出现一些问题了。这是贾玲和失败名夫讲了这些之后，我看看，嗯，再讲点那个，呃，我说明里面是说要讲一下这个 TDEE，这个就是人体每日总能量消耗，这个还讲了，这个讲比较枯燥，其实就是一个公式，你怎么去计算你的基础代谢率，然后怎么推导就是我需要摄入多少，需要多少，我觉得不需要那么精确，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吧。嗯，哦对，讲一个概念，就是下丘脑其实是有一个所谓的叫体重设定点的一个生物学防御机制的。这个呢，相当于是它这个叫脂肪组织有一个有一个叫瘦素，然后胃肠道呢是有一个饥饿素，就是它是两组信号。然后呢，当你这种呃脂肪细胞它开始就是瘦素急速下降的时候呢，你这个下丘脑呢就会感觉到能量饥荒，然后它就会调节这个甲状腺素这个水平，降低你的整体的这个代谢率。这种时候呢，你的身体啊，就是你就会特别渴望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我记得那时候治过一个应该是跑马拉松的一个朋友吧，他是业余跑马拉松，但是跑量挺大的，常年跑了好多年，然后就进入到，我觉得有点病态的状态了，就是他人很瘦，然后呢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哎，浑身非常疲劳，他说以前跑步就是跑完了很精神，但最近就是不管跑步不跑步，就觉得身体非常疲劳。哎呀，早上好，赶上直播了，感谢。呃，找那马拉松运动员啊，不是运动员，他就是业余爱好者吧，就很瘦，他就是非常疲劳，就极度疲劳，经常就是干着活儿，或者说话，哎，突然就受不了就睡着了，就是这种疲劳的状态。那后来我跟他跟他治，我调了调，发现他身体其实还挺健康的，但是应该就是这个刚才说的，他这个代谢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我跟他说的时候，我说你那个这样吧，你去那个麦当劳买那个炸鸡，全家桶，你就连着吃3天。他一开始他很吃惊，他说我为了跑马拉松，我这多少年都是饮食控制很厉害，多少年没吃炸鸡了。我说你要不要治啊？然后最后想了想，他还是去吃了。结果他一吃就停不下来了。我跟他说吃3天，他连着吃了1礼拜，然后过1礼拜跟我说，觉得什么都好了，就是他身体处于那种极度的饥渴状态啊，然后他吃了这种高热量食物以后，把这补上来之后，他这人的整体状态就上来了。这儿不是鼓励大家吃这个麦当劳炸鸡啊，就是你如果是发现自己出现这种就是不太正常的状态了吧，那这个时候呢，你一旦启动这个机制，你就可能你稍微吃一点东西，你体重就反弹，所以大家要避免出现这种东西，所以你一定是科学的、循序渐进的去减，不要追求这种突然的减。然后讲一讲啥呢？哦，对，刚才说这个生酮，我是查到一篇论文，就是讲这个，应该是就是去年那个有一个研究，就是说这个生酮饮食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它会呃导致有一个叫 P53蛋白，就是异常积累。这个积累之后呢，就有可能会导致 MDM2失活，最终呢就会诱发多器官的大面积衰老。现在有这个研究生酮的就已经，实验数据就显示了，就是长期生酮饮食会导致心脏、肾脏、肝脏还有大脑组织就出现这种衰老的相关
标志性的这种阳性物质。然后心脏当中呢，就是这种衰老就接近急性心肌梗死以后的这种病理表现了。然后生酮饮食，长期生酮饮食还是由于它是高饱和的这种脂肪摄入嘛，它就还会伴随这种叫 LDL-C，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显著升高，就是好多人都会出现这个。这个高呢，就是会导致中风，还有心脏病这种风险就增加的非常多。这是生酮饮食。另外，我还查了一个叫16+8，16+8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时间的这种空腹，你的这个胃酸分泌也可能会紊乱的，就是有可能会诱发这种急性的胃黏膜损伤或者胃出血。所以你要选择这种16+8进食或者轻断食或者是辟谷的话，就一定是明白它机理，然后方法要正确。你要如果出现不舒服的话，及时停止。像辟谷的话，是绝对不应该出现饥饿感的，是如果方法正确的话，然后也不需要你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或者药物，它是有很系统的方法的。呃，道家叫辟谷，佛家叫断食，但是它不是说现在那种养生疗法里面那种断食或者轻断食，概念不一样。哦，有一个方法叫这种什么夜断，就是吃那种流食，然后每天的那种低卡摄入，就是低于800卡摄入，这种呢就是更危险了。这种等于是会导致这种心脏，我查的是牛津大学，他就是说这种呢，确实是可以减少那个肝脏还有内脏的脂肪，但是因为你这刚才说的那个能量匮乏嘛，你身体会出现应激反应代偿的，就是会导致这种心脏里面的这个脂肪反而会飙升，就很短的时间就飙升这种心脏脂肪，然后它就会影响这种心脏的正常收缩还有舒张，表现就是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而且有一定的概率是猝死的，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尝试那种所谓的夜断，还有就是长期的这种依赖代餐粉，这种都是非常危险的。好多那种代餐粉，它的热量是特别低的，你虽然有饱腹感，但是对健康的损害非常大。而且它很多是营养不均衡，特别是铁是不够的。然后你这样没有天然食物的摄入呢，你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包括你的这种抗炎、抗氧化的这种功能都会有问题。好多这种吃代餐的，我身边也见过这种病人，就是他吃代餐，然后控制饮食、减肥、控制体重，最后就是变成那种面黄肌瘦嘛。然后而且就是你感觉这个人是有点那个早衰的感觉，他的面容还有表情，还有一些身体的感觉，会让你感觉跟他的年龄不符，还特别容易脱发。因为它这种营养不均衡、营养不良，就是容易导致这种缺铁性的贫血，还有肠道菌群的这种失调肠道菌群的话，如果你是因为这种脾胃的问题、消化问题经常腹胀，或者说消化不了，就中医说的胃强脾弱，其实有很多益生菌是可以很好的调节的。我看看大家可以去那个 Costco 去找它那个益生菌里面有一个写的是，呃，叫什么名字？我回头我查一查名字，我发到评论区吧。那个是专门针对这种脾胃问题的益生菌，效果是很好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可能你就不需要这种专门控制，就可以把体重变成比较健康的状态。嗯，想讲的东西差不多了。所以你看到那种就是
刚才说的就是打着排毒啊、减脂概念的这种，别管他用的什么方法，基本都是骗人的。一般都是他那个产品就是泻药或者是利尿剂啊，还有那个原来郭德纲做那藏秘排油嘛，那个它是等于里面是有那个吸取不明吧，然后还有的呢，它会加那个甲状腺素，而且加的量挺多的。这种就是用了西药的，它会透支那个心脏功能的，那个是真是有致死风险的。就是你看，为什么那时候郭德纲就是因为这个广告就遇到好多麻烦打官司了，就是这种东西真的是能吃死人的。好多打着中药名号的这个减肥产品出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些中药你也不能乱吃的，一定是看情况的。还说什么就一定要动起来，然后管住嘴，然后你要有心理建设，要有一个目标明确，不要是不切实际的，或者觉得哎贾玲可以这么减，石板明夫可以这么减，我也可以这么减啊。他们能不能减？我们说了，就是石板明夫，他主要是靠打针，然后加上打赌，这个不一样，不是推荐的。然后贾玲那个是他那个团队的功劳，他是团队监控，有这个医疗支持，有这种专业的健身的支持才能做到。普通人的话，就不要追求这种一个月瘦什么20斤、10斤、20斤、30斤这种都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嗯，别的就没什么要讲的，就是一个看到他那个石板明夫的视频啊，做个小的反应性直播吧，就是聊一聊这个减肥这方面的事儿。哎呀，这个金主来了，杨女士好啊，哎，祝你这个心情愉快，发大财，性生活愉快。直播准备结束了，还有什么想聊的吗？我今天还看了一个好玩的新闻，讲这个西班牙有一位117岁的女士刚去世，然后她这个做了一些科研的研究之后，发现和传统的很多现代的抗衰老研究，还有这种长寿研究都是不符合的，这个挺有意思，我回头可以查一查她的资料，我们再做一期节目。哎呀，感谢感谢，就是直播就是废话比较多，大家跳着听就行了。我回头把这个视频的这个时间轴放上去。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一会儿我还有一个病人啊，就先结束直播了，感谢大家支持，结束直播。